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您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一本被誉为21世纪企业生存指南的书，重新定义公司，英文原名 Reinventing Organizations。这本书的作者是弗雷德里克·拉卢 （Frederick Laloux），一位在组织变革和领导力发展领域有着丰富经验的顾问和作家。拉卢通过深入研究历史上最具创新性和影响力的组织模式，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帮助我们重新思考公司的本质和运作方式。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组织模式，还通过大量实际案例和心理学原理，展示了这种模式如何能够激发员工的潜能，提升组织的整体效能。正如拉卢在书中所言，我们正处于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传统的层级制组织已经无法满足现代社会的要求。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方式来组织和管理我们的工作。为了激发大家的兴趣，我想先分享一个故事。大家都听说过晨星公司 Morningstar Company 吗？这是一家全球领先的番茄加工企业，但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没有任何传统意义上的管理层，员工们自己设定目标，自己管理预算，自己决定如何完成工作。这种看似无政府状态的组织模式，却让晨星公司成为了行业内的佼佼者，年年被评为最佳雇主。这正是重新定义公司中所倡导的自组织理念的实际应用。那么，究竟是什么让这种模式如此成功？它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是什么？我们如何在实际工作中应用这些理念？接下来，我将为大家详细解读重新定义公司中的核心理念和重要习惯。1. 自主管理，释放员工潜能的钥匙。首先，我们来谈谈自主管理。在传统的层级制组织中，决策通常由高层管理者做出，而基层员工往往只是执行者。这种模式不仅效率低下，还容易导致员工缺乏责任感和创新精神。拉卢在书中指出，自主管理并不意味着无政府状态，而是一种有机的、自我组织的系统。在这种系统中，员工被赋予更多的决策权和责任，他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工作方式，而不必事事请示上级。自主管理的有效性可以从心理学中的内在动机和自我决定理论中找到依据。内在动机是指人们从事某项活动是因为活动本身带来的满足感，而不是外部奖励。自我决定理论则强调，人类有3种基本心理需求：自主性、胜任力和归属感。当这些需求得到满足时，人们会表现出更高的创造力和工作满意度。在实际应用中，自主管理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实现： 1. 自我设定目标，员工根据团队和公司的整体目标，自行设定个人目标。 2. 自我管理预算，员工有权决定如何使用预算资源，以提高工作效率。 3. 决策权下放，将决策权下放到最接近问题的人手中，以便更快地做出反应。例如，晨星公司通过同事谅解备忘录客户系统，让员工自己协商并达成工作协议。这种方式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还增强了员工的归属感和责任感。晨星公司的案例充分证明了自主管理的有效性。在没有传统管理层的情况下，晨星公司实现了高效运作，员工们积极主动地解决问题，推动公司不断向前发展。正如拉卢所言，自主管理让每个人都能成为领导者。2. 整体性，构建和谐的组织生态。接下来，我们来探讨整体性。在传统的组织模式中，各个部门往往各自为政，缺乏有效的沟通和协作。这种孤岛效应不仅导致资源浪费，还容易引发内部冲突。拉卢在书中提出，整体性意味着将组织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各个部分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支持。这种理念强调的是一种系统思维，要求我们在决策时不仅要考虑自身的利益，还要考虑对整个组织的影响。整体性的有效性可以从系统思维和生态意识中找到依据。系统思维强调的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而生态意识则提醒我们，任何一个决策都可能对整个生态系统产生影响。在实际应用中，整体性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实现： 1. 跨部门协作，鼓励不同部门的员工共同参与项目，以促进知识共享和协同创新。 2. 开放沟通渠道，建立开放的沟通渠道，让信息能够自由流动，减少误解和冲突。 3. 生态思维，在决策时考虑对整个组织的影响，寻求共赢的解决方案。例如，谷歌公司通过 20% 时间政策，鼓励员工将部分工作时间用于自己感兴趣的项目。这种方式不仅促进了跨部门的协作，还激发了员工的创新精神。谷歌的案例展示了整体性理念的实际应用。通过鼓励员工之间的协作和知识共享，谷歌成功地构建了一个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组织生态。正如拉卢所言，整体性让组织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各个部分之间相互支持，共同成长。3. 进化型目标，引领组织持续成长。最后，我们来谈谈进化型目标。在传统的组织模式中，目标是静态的、固定的，
往往由高层管理者制定并强加给员工。这种方式容易导致员工缺乏动力和方向感。拉鲁在书中提出，进化型目标意味着目标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的过程，需要全体员工的共同参与和贡献。这种理念强调的是一种动态思维，要求我们在设定目标时，不仅要考虑当前的实际情况，还要考虑未来的发展潜力。进化型目标的有效性可以从目标设定理论和发展心理学中找到依据。目标设定理论强调，明确的目标能够提高工作绩效，而发展心理学则提醒我们，人类的成长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需要不断的调整和适应。在实际应用中，进化型目标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实现：一、共同设定目标，鼓励员工参与目标的设定过程，以确保目标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二、动态调整目标，根据实际情况和反馈，动态调整目标，以保持其适应性和有效性。三、持续学习与发展，将目标设定视为一个持续的学习和发展过程，鼓励员工不断追求进步。例如，晨星公司通过同事谅解备忘录系统，让员工自己协商并达成工作协议。这种方式不仅提高了目标的现实性和可操作性，还增强了员工的责任感和成就感。晨星公司的案例展示了进化型目标理念的实际应用。通过让员工共同参与目标的设定和调整，晨星公司成功地构建了一个充满活力和适应性的组织。正如拉鲁所言，进化型目标让组织能够不断适应变化，持续成长。通过以上对重新定义公司中核心理念和重要习惯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到，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关于组织变革的理论书籍，更是一本实践指南。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帮助我们重新思考公司的本质和运作方式。总结来说，重新定义公司倡导的是一种以人为本、充满活力和适应性的组织模式。它强调的是自主管理、整体性和进化型目标。这些理念不仅能够激发员工的潜能，还能提升组织的整体效能。我在这里呼吁大家行动起来，阅读重新定义公司，并尝试将这些理念应用到你的工作中。无论你是企业高管、创业者还是普通员工，这本书都会给你带来新的启发和动力。最后，我想用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视频：变革从现在开始，未来由我们创造。谢谢大家的聆听，希望你们在阅读重新定义公司的过程中，能够获得新的灵感和动力。让我们一起迎接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代。谢谢。